就是说我们的黑眼珠露出来的量不够多，这时候看起来就会比较无神。那再加上她的皮肤很白，所以她是一个比较有仙气的一个女生。健保养就靠医美学。大家好，我是普运整形外科诊所院长张子倩医师，这里有最实用的整形新知，也有最潮流的医美趋势，陪你一起美丽升级，自信满分。子倩医美学上课喽！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台湾之光，就是红到韩国去的2位台湾女孩周子瑜以及叶舒华。那究竟是她们有什么样的魅力，能够受到大家的喜爱呢？今天就要从医美的角度来分析2个人的五官哦。周子瑜的五官算是蛮和谐的，而且她的身高有172公分，但是脸却是这么的精致小巧，所以她可以说是一个天生小脸。那我们在分析一个人的五官的时候，我们首先会看他整个脸部的一个和谐度。那通常我们会遵循一个3庭5眼的一个原则。所谓的3庭就是发际线到眉间，这个是我们的上庭；眉间到鼻尖是属于我们的中庭；鼻尖到下巴是属于下庭。那以子瑜来讲，它是上庭跟中庭是一样的，是1:1的，可是它的下庭是比较偏短一点点，所以就是会给人一种比较可爱的一种稚气的感觉。另外5眼就是以我们的眼睛的内侧跟外侧各画一条直线，可以把我们的脸分成5个部分。那这个5个部分应该是要等宽的，这样子是最好看的比例。那像这种大眼的女生，通常就是会比较给人一种可爱、天真无邪的感觉。但是子瑜比较特别的是，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她的眼型的话，我们会发现她的眼睛的外侧，也就是说眼的外眦是比我们眼睛内侧，就是内眦来的高比较多一点。当我们顺着内眦做一条水平线，然后再把内眦跟外眦做一个连线，这2条连线的交角在东方人一般是5度到8度左右。那我有量过子瑜的角度，它大概是9度左右。这样子的外眦比较高的情况下，会让他的眼神可以有多一些的魅惑感。那像子瑜这样子的眼睛，有没有办法靠医美的手术来达成呢？通常我们要制造一个比较圆的眼睛的话，眼神就要够亮。也就是说，你的黑眼珠要露出来的比较多。那有些人他会有一些先天性，或者是因为老化引起的眼睑下垂。眼睑下垂就是说我们的黑眼珠露出来的量不够多，这时候看起来就会比较无神。我们就可以做提眼睑肌的矫正手术，让你的眼神恢复到正常的一个情形。那第2个就是双眼皮，像子瑜它的其实是所谓的封闭型的双眼皮。那这双眼皮其实我们可以用割或是缝的方式去达成。那另外就是我们的眼睛要有神的话，就要有足够的眉眼距离。那当我们随着老化，我们的眉眼距离越来越近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用隐痕抬眉手术来拉开眉眼距离，让你的眼睛达到一个年轻有神的一个状态。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分析一下叶舒华的一个五官的一个特色。那叶舒华她的腮帮子是比较大的，有可能是骨头比较外凸一点，或者是脸颊的肉比较多一点，会让她的五官比例就变小。那其实舒华的眼睛是属于细长型的，所以说是比较有一个东方美的感觉。那再加上她的皮肤很白，所以她是一个比较有仙气的一个女生。有没有什么样的医美手术可以让你跟你的偶像舒华一样呢？其实以舒华的眼睛来讲，它是属于比较有古典美的眼睛，所以褶子不需要太宽。那针对腮帮子比较大的问题，如果说你真的是因为骨骼结构导致于你的脸比较方，腮帮子比较大的话，你可能就真的要做削骨。那如果你是咀嚼肌比较大而已，你就可以用打肉毒的方式让咀嚼肌变小，你的脸颊就会看起来比较 V， 比较没那么大。这时候我们在施打咀嚼肌的肉毒的时候，应该同时考虑做电波，来达到一个脸部的一个紧致拉提的效果。
那因为它真的是天生比较白，其实我们每个人白是有限度的，就是说我们顶多就是白到自己身上不常晒到太阳的那个肤色而已。所以针对肤色或者是斑点的一个保养的话，其实我们就可以采用皮秒雷射来做一个脸部肌肤的保养，可以让它维持一个光亮、比较没有斑点的一个状态。以上是我对2位台湾之光的五官分析。其实，当我们在做整形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考虑到五官的和谐性。每个人的脸型不同，骨骼不同，肌肉跟软组织分布的不同，这就会造成了我们并不会一定很适合大众所喜欢的眼睛或是鼻子，甚至是下巴。所以，如何找一个专业的医生，那愿意跟你好好分析你的脸型，给你建议，然后从中找出最适合你的整形方式，才是最重要的哦。先保养就靠医美学，我们下集见哦。